白天她是维护一方治安的女局长，晚上她是沉浸在多人运动中的女淫魔。钦点15名年轻帅气男警察贴身考察，乖乖听话的加官进爵，走上人生巅峰；不听话的则打入冷宫，降级减薪，仕途坎坷。在位多年，他喜欢深夜操练这些男下属，甚至能够让2名身强力壮的男警员同时累趴下。他的权色丑闻一度被同事写进小说。在深圳，他的升迁之路可谓是一个传奇。然而他却不愿意做一个为民执法的好官员，沉迷男色，包庇色情场所，闲暇时想尽办法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说的人物就是深圳大名鼎鼎的色魔女局长安慧君。2005年6月1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前罗湖区区委常委、罗湖公安分局局长及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慧君进行了终审判决，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大众的认知中，女性常被赋予温柔、知性与自律的形象，而公安局长则被视为守护一方安宁、保卫民众的守护者。若是某位女性身兼公安局长之职，民众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她定是一位对百姓慈爱、对恶势力严明的杰出官员。然而，安慧君却截然相反，她不仅堪称巨贪，更兼之霸道跋扈，涉足黑道，沉溺淫乱，堪称下属们的女魔头。安慧君被捕后，她是如此评价自己对待工作的：14年来，我在罗湖公安分局勤勉工作，执法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对于案件处理从未有过任何偏私之词。我对个人、家人、朋友以及社会的责任始终严于律己，绝不姑息。虽然身为女性，我却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工作中对同事的批评有时较为严厉，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作。如今来听甚是讽刺。要想了解安慧君是如何走向堕落的，我还得从她妹妹安慧莲身上说起。她们可是一对感情深厚的姐妹。为了拯救身陷囹圄的姐姐，妹妹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甚至不惜用金钱和身体作为诱饵，将监狱系统的一批警察拖下水，想把姐姐从监狱里弄出来。2005年2月9号，寒风刺骨。那天，安慧莲背着一包衣物，匆匆赶往河北省女子监狱。道路两旁的枯叶在寒风肆虐下徐徐飘落，安慧莲的心里也一片凄凉。曾令她和家人引以为豪，曾任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局长的姐姐安慧君就在这所监狱里服刑。在监狱接待室里，透过厚厚的玻璃，安慧莲看到穿着深蓝色狱服的姐姐走了出来。几个月不见，姐姐消瘦了许多，脸色苍白如纸。拿起话筒，她刚喊了声姐，就失声痛哭。上次见到姐姐是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室里，她怎么也想不到姐姐会走上刑事审判庭。安慧莲于1967年出生在河北定州，姐姐安慧君比她年长10岁，父母膝下只有她们姐妹2人。她们的家境贫寒，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老百姓，而安慧君却并没有遗传父母的性格。由于父母农务繁忙，安慧君还承当着照顾妹妹的任务，所以说姐妹俩从小感情深厚，情同手足。安慧君知道想要改变命运，就要好好读书，必须取得优异的成绩。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她一路走来。她考入了一所大专院校，虽然并不是特别厉害的学府，但是助力安慧君脱离原来的生活阶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安慧莲却不是块读书的料，考不上大学，只好做起了小本生意。性格外向，美丽大方，能说会道的姐姐似乎有做官的潜质。就这样，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之后，安慧君顺利进入了深圳公安系统工作。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高的起点。然而，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安慧君根本无法忍受基层职员的辛苦，她有着更大的野心和追求。她知道自己目前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工作成绩。想到这里，安慧君抛弃一切幻想，把心思用在了工作上。不得不说，安慧君是一位有能力的女性，她对于公安系统的工作有着自己的看法，并积极向领导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包括网络办案以及警校共建等多项有力措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也让安慧君在深圳公安系统中名声大噪。她成为了被领导点名表扬的有能力、有魄力的女干部。突出的工作成绩让安慧君的仕途升迁之路平步青云，她的升迁速度在公安系统中堪称传奇。29岁那年，已经是一个孩子妈妈的安慧君调入了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工作。因为攀上了高枝，她从科员起步，副科长、
科长、县公安局局长，4、5年的时间就升任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1993年10月，安慧君从河北调任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副局长，随后仅5年时间，她就升任罗湖公安分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女公安局长。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位普通科员被提拔为了公安局局长。由此可见，组织对于安慧君是十分认可和肯定的，也是充满信任的。安慧君到深圳站稳脚跟后，也把妹妹安慧莲带到了深圳经商。在姐姐的庇护下，安慧莲的生意越做越大，几年间就成为身家不菲的富姐。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安慧君开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同时对于工作也开始转变以往的风格，朝着专横跋扈的方向发展。由于身居高位，很多人对于安慧君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她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想要动摇安慧君并不容易。或许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安慧君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开始在干部的任命和机构的精简上做文章，很多人想要保住饭碗，只能讨好安慧君。他们讨好安慧君的方式大多数送礼送钱，安慧君也是来者不拒。除了对于钱的贪婪之外，这个性格要强、能力突出的女人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那就是喜欢年轻帅气的男警员。对于自己感兴趣的男下属安慧君，毫无廉耻地向对方表达性暗示。因为安慧君当上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局长时已是40多岁，容颜渐渐褪去，虽是资深美女，但已不再受高官的青睐，不免有些失落伤感。身居高位，望着手下生龙活虎、英俊帅气的年轻干警，一种激情的想法便油然而生。别的高官可以包养美女，他为什么不能包养帅哥呢？欲望的闸门一经打开，魔性就疯狂起来。有了包养小帅哥的想法后，一次到京城出差，安慧君故意点名叫刚录用不久的民警霍某陪同。23岁的霍某高大帅气，简直就是一团小鲜肉。办完差事吃晚餐的时候，安慧君故意喝了点酒，说自己头昏的厉害。霍某送他到房间时，他借着酒兴既诱导又许诺，把这团小鲜肉贪吃了。像一些男贪官那样，为了尝鲜，安慧君经常调遣模样周正的年轻男干警与其一道出差，并用相同的办法享受小鲜肉。在他掌管的公安系统，只要被他看中的民警，他总是想尽千方百计把他搞到手，为他侍寝。如果男警员满足安慧君，那么等待他的就是仕途的快速晋升。如果有不懂事、不听话的，即打入冷宫，别想得到任何升职加薪的机会。久而久之，这位贪财好色的安慧君也就名声在外了。据他后期交代，他和15位男下属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为了拉拢这些年轻下属，除了职位的升迁，安慧君还在他们身上花钱毫不吝啬，给他们购买高档手机、高档服装和高档烟酒，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这些庞大的开销显然不是安慧君的工资所能负担得起的，他开始走上一条敛财养色的道路。整个罗湖公安分局的人事调整、工程发包、物资采购等公共资源都牢牢掌握在安慧君的手中。他只需稍稍收紧手中的权力，就有人主动给他送钱，收钱的感觉享受着小鲜肉带来的快感，使他的欲望越发膨胀。通过操纵员工的职务升迁，利用工程招标及购置办公用车等方式大肆敛财。彼时在政法界，众人对他的行事风格多有微词，然而却均敢怒而不敢言。此情此景愈发助长了他的霸道之气。他在公安局中不容许任何势力染指他的职权范围，将公安局的各项权力，包括最为关键的人事权和财政权，悉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他掌握这2项关键权力之后，随之而来的恶劣后果又是什么呢？掌握了人事任命的大权，便可谓是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所有人的升迁与调职皆由他一人独断，因而众多人为了获得晋升，不惜付出巨额金钱向他进行贿赂。在此过程中，对于那些不遵从他指挥的，要么予以压制，使其无法动弹，要么直接将其调离政法系统。那些不惜重金向他购买官职之人，亦一路攀升，官位不断高升，最终一个奇特的现象浮出水面，向他行贿以求官职者络绎不绝。面对这一局面，他无奈之下决定对辖区内的派出所进行重新划分。原本的18个派出所被扩充至25个，此举瞬间新增了7个职位，使得安排工作变得更加便捷。一旦执掌财政大权，局中的财政资金便如同他私人的小金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使用。在他的倡导下，2000年12月29日，分局正式成立了财务管理中心。
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对全区政法系统的资金实施统一管理与调度。说穿了，他的所作所为，实则是在将整个区级政法系统的资金汇集一处，进而肆意挥霍。自此，罗湖分局彻底沦为了他的专属领地。因为既好色又贪财，安慧君渐渐被称为权色局长。绯闻不断，民众的愤怒情绪逐渐高涨。在2000年伊始，深圳市启动了对公安系统的全面改革举措，涉及对全市范围内的派出所进行大规模的撤并调整。经过整合，原本的183个派出所数量被精简至103个，同时这些派出所的行政级别也从正科级上调为副处级。当时罗湖区在安慧君的领导下，将原有的25个派出所精简整合，最终缩减至8个。此刻谁该上台，谁该退场，安慧君牢牢把握着决定权。于是他的身边便聚集了25位派出所所长及众多渴望成为所长者，他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极尽逢迎之能事，为了争夺这一肥缺，不惜一掷千金向他行贿。例如分局指挥处负责人廖某为谋得此职位，竟然13次先后贿赂安慧君，共计人民币10万元、港币1万元、美金1000元，以及电视机2台。分局政保科科长兼草埔派出所所长宋明明曾先后17次向安慧君赠送总计人民币19万元及港币1万元。洪湖派出所所长曾敏累计赠送安某人民币12万元及港币3万元。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安慧君的行为愈发大胆，亦愈发无所畏惧。他先后接受下属贿赂超过140次，累计收受人民币167.8万元、港币54万元以及美金1000元。此外，他还收受了价值人民币5万元的大批电器和首饰等物品。除内部机关的贿赂之外，他亦觊觎了外围的利益，滥用职权向辖区内娱乐场所索贿，在开展扫黄严打和禁毒行动时却故意放宽尺度。当时罗湖区内汇聚了130余家大型歌舞娱乐场所，而小型娱乐休闲场所则多达数千家。安慧君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即便他清楚某些经营场所涉嫌从事色情业或涉毒，他仍只是下属索要所谓的保护费。一旦经营色情业或涉毒的场所缴纳了这笔费用，他便不再过问，费用金额介于1万至10万之间。支付费用后，依照他的指示，其属下将代表公司与相关场所签订一份戒毒责任协议书。实际上，这份协议书已成为相关场所完成付款的正式凭证。简单来说，今后一旦发现您出示此纸，便一目了然，您便是我们的自己人。2003年初，一个长期盘踞在深圳，以色诱为手段实施抢劫的犯罪团伙被成功捣毁。为谋求从轻处罚，该团伙成员供出了他们曾向罗岗分局草埔派出所所长宋明明、洪湖派出所所长曾敏等多位警官行贿的事实。在对这2人展开调查之际，他们为了争取从宽处理，揭露了曾多次向安慧君行贿的罪行，这才使得安慧君的狡猾面目暴露于众。2003年6月，安慧君被调离了公安系统，脱下了那身警服，纪检部门随即对他立案调查。这一查可不得了，查出他在担任深圳罗湖公安分局局长期间存在着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于是案件被移交司法机构处理，原来是为了敛财养情人。安慧君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还想给自己狡辩一下，但面对堆积如山的事实与确凿无疑的证据，安慧君最终还是坦白了他所犯的罪行。时间来到2005年1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安慧君非法收受他人贿赂，金额总计高达人民币363.8万元，外加港币53万元，最终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听着法庭上法官的庄严宣判，坐在审判台下旁听的安慧莲当场差点晕厥过去。转眼到了这一年的2月，春节即将来临，安慧莲得知消息，姐姐被押送到家乡的河北省女子监狱服刑。她为姐姐准备了许多换洗的衣物，匆忙赶往监狱。第一次探监，目睹姐姐在监狱中的凄惨景象，安慧莲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2005年3月，安慧莲再次前往监狱探望姐姐，她给狱警带去了一些家乡的特产，期盼姐姐在狱中能得到更多一些的关照。这一次姐妹俩相见，虽然内心依然感到难过，但各自都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少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场景，姐妹2人都显得平静了许多。
通过一番交谈，安慧莲这才得知姐姐案发后，姐夫不但没有想办法救她，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她收监后还收到了姐夫的一张纸条，要求和她离婚。原来姐夫听到了姐姐敛财包养小鲜肉的各种绯闻，给她戴了绿帽子，心里非常气愤。虽然1年多过去了，但他依旧没有原谅姐姐。除此之外，安慧君过去在位时，许多亲朋好友都围着她转，大事小事都找她帮忙。现在她落难了，也都纷纷远离了她。世态炎凉，想到要在这地狱般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15年，安慧君感到绝望透顶。只有妹妹安慧莲来看望她，说起在监狱里的日子，虽然安慧君拼命忍着，可还是好几次忍不住掉下眼泪。最后她擦着眼泪对妹妹说，这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你能不能想个法子把我弄出去啊？其他人都靠不住了，就指望妹妹你了。望着可怜的姐姐那哀求的目光，安慧莲的心都碎了，连忙点头说，我去想办法吧。通过找律师咨询，安慧莲得知姐姐的案子已经办成了铁案，根本不可能通过翻案把姐姐捞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把姐姐从监狱里弄出来，那就是保外就医。但是办理保外就医的条件必须是服刑人员患有重病。可是姐姐身体没病，按正常渠道办理保外就医根本行不通。怎样才能把姐姐弄出来呢？安慧莲知道要把姐姐从监狱里捞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通关系走后门。可是多年来一直跟随姐姐在深圳经商的安慧莲，在河北的官场几乎没有朋友，要把姐姐救出来谈何容易。在随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安慧莲四处奔走，请客送礼，花了不少钱，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时安慧莲真切地感受到，靠别人根本靠不住，救姐姐只能靠自己了。由于多次去监狱探望姐姐，她每次前往监狱都积极主动地和监管人员打招呼，时不时还给他们送点土特产。因为这个，她结识了不少监管人员。监狱里头有个叫曹军虎的26岁小伙子，1.78米的个头，长得非常标致，对人也非常热情。安慧莲每次去探望姐姐，曹军虎对她都格外客气，总是喊她安姐。安慧莲决定从曹军虎这里寻找突破口，试图撕开一个口子。2006年10月的一天，安慧莲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来到了监狱的大门口守株待兔。下午5点钟，刚交完班的曹军虎前脚才踏出大门，后脚就被安慧莲给拦了下来。他以感谢曹军虎对姐姐的关照为理由，死缠烂打，软磨硬泡，说什么也非要请他吃这顿饭不可。实在是盛情难却，曹军虎只好上了安慧莲的车。两人来到了一家酒店的包房共进晚餐，借着聊天的机会，安慧莲有意无意地试探曹军虎，给他一笔钱，请他帮助姐姐办理保外就医。曹军虎摇头说办不了，但从与曹军虎的交谈中，安慧莲感觉得到曹军虎很能干，社交很广，监狱长甚至监狱管理局的领导，他对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只要能把曹军虎搞定，救出姐姐就有指望了。于是安慧莲决定放手一搏，她紧紧缠住曹军虎不放，还到处打听他的生活习惯和家庭情况，四处活动。最终曹军虎没抵挡住安慧莲的金钱攻势，在收下他送的礼物和现金之后，被安慧莲给俘虏了，成了他在监狱里的内线。拿了安慧莲的好处，曹军虎自然就得替他卖命。就这样，曹军虎被安慧莲拿捏得死死的，服服帖帖的给他办事。为了报答安慧莲，曹军虎动用了自己在监狱内部的关系网，把犯人保外就医的各个环节都摸了个门清，并且给安慧莲指了一条明路。第一个环节必须由狱医出具可保外就医的病历及相关证明。第二个环节是分管监视的监狱领导要签字放行。第三个环节是监狱长签字承保。第四个环节是监狱管理局领导审批。这4个环节缺一不可。为了确保姐姐出去程序合法，不出任何纰漏，安慧莲决定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突破。首先，安慧莲要做的就是让姐姐安慧君生病，并开始瓦解监狱里的狱医。通过内应曹军虎，安慧莲得知监狱刚从医科大学引进了一个男狱医，名叫汪小琪，脑内科硕士。安慧莲于是在探望姐姐的时候，让安慧君假装头痛，并且装得越痛越好。安慧君按照妹妹的指点，很快就病倒了，并抱头嚎啕大哭，被送进了监狱医院。医院只有汪小琪一个脑科医生，汪小琪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安慧君的监医。为了感谢汪小琪对姐姐的照料，安慧莲通过曹军虎的介绍结识了汪小琪。接着他又使出了自己惯用的手段，用金钱将汪小琪收买。收了安慧莲的钱财，汪小琪在安慧莲的威逼利诱之下，只得听从他的差遣，
违规为安慧君开具了虚假的病情诊断证明，而安慧君在妹妹的安排下继续假装生病，就这样突破了病历这个关键的关卡。再加上有曹军虎在内部接应，外部配合，还有汪小琪在一旁敲边鼓帮腔造势，安慧莲要攻破后面的3道关卡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从那以后，安慧莲就用金钱开道，接连向监狱系统里多位手握实权的人物行贿送礼，前后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替她的姐姐安慧君拿到了保外就医的审批表格以及上面所需的全部签字。2007年1月25号，安慧君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但她被关押了不到3年就出狱了。出狱后，安慧君并没有去医院治病，而是悄悄地来到了深圳，隐姓埋名，住进了妹妹给她安排的别墅，享受着自由自在、快活无比的生活。安慧莲也回到了深圳，继续经营着她的生意，姐妹俩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而且一起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安慧莲姐妹以为那段特殊的历史就这样悄悄地翻过去了，可是她们亲手埋下的地雷，无论时间流逝多久，都永远是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引爆。被安慧莲打开了贪欲之门的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孙海，由此欲望膨胀，大肆收受贿赂。2014年初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孙海归案后，为了立功减刑，主动坦白，交代了很多检察机关没掌握的犯罪线索。安慧君保外就医案就是其中一例。安慧莲为姐姐保外就医埋的地雷引线就此被拉开了。狱警、狱医、狱官等监狱系统的官员被一个接一个的揪了出来。随着地雷的引爆，安慧君保外就医的内幕被彻底揭开。2014年7月9号，安慧君被重新收监。根据相关规定，非法保外就医的期间将不计入刑期，安慧君还需要再服刑长达12年。而安慧君的妹妹安慧莲却因违法操作姐姐保外就医，涉嫌行贿等罪名被捕。2014年10月，安慧莲一案被公诉至河北邢台中级人民法院，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贪官被保外就医并不鲜见，而像安慧君姐妹这样保外就医的事件却闻所未闻。安慧君保外就医一案尘埃落定后，有关此案的思考依旧没有停止。河北省一位检察官感叹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抓到腐败分子，但他们很快又通过各种途径出来了，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好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贪腐分子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